虽然克里斯住南部，但是到了冬天还是能感受到微凉的气息。这种天气最适合来一碗温暖的汤面了。今天就用这个半筋半肉的牛肉贡丸做一碗牛肉河粉吧。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，我是 Chris。以前小时候远足路上最期待的，除了在游览车上狂吃零食之外，就是休息站的新竹贡丸汤啦。看人手一杯贡丸汤，拿上游览车，本来不想下车的同学也都冲下去买了。这贡丸汤就成就了旅途中最强大的滋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不用到新竹，也能有道地的新竹贡丸啦，就是这一家新竹当地有名的阿中丸子。这个阿中很有名啊，他们在新竹经营超过60年。我以前在新竹工作几年，早就听过。他们早期也是从市场起家，一路发展，是饕客才知道的在地老字号品牌。到现在呢，有各式各样的贡丸，其中除了我最怀念的猪肉贡丸之外呢，他们最有名的是这一个牛肉贡丸。我手上这包还是好市多的明星商品哦。这个是纯牛筋跟牛肉做成的，无添加淀粉。牛筋都是经过3小时的炖煮，煮透了才包进去，所以不会卡牙齿，咬下去会喷汁的那一种啊，是连香港人都能认可的爆浆牛丸哦。那如果你是追求极致健康主义的人呢，他们还有这种无添加系列的，这个很特别，连磷酸盐和淀粉都不加的贡丸，那吃起来还会鲜甜弹牙，需要更高纲的技术才会办得到哦。它非常充满肉味。如果你吃过一般外面的贡丸跟阿中的无添加贡丸，就会发现啊，这是贡丸啊，这个是肉。有趣的是我吃起来感觉有点像大麦克，完全纯牛肉，非常特别。那无添加系列啊，有各种口味，其中这个羽衣甘蓝口味我觉得很特别，把羽衣甘蓝这个超级食物加到贡丸里面，吃肉吃菜一次搞定，很适合骗小朋友吃下去。发明这口味的人实在太坏了，我喜欢。那这边顺便科普一下关于磷酸盐的小知识哦。磷是一种大量存在于人体的矿物，而且大多是以磷酸盐的形式存在于人体。那磷酸盐在食品加工是很常见的用途啊，像保水啊、粘着、膨胀、调味等等的，对改善质地有非常好的效果。但是呢，禁止使用在生鲜水产上面。像之前常闹出新闻的什么虾子泡药水事件啊，指的就是虾子泡了磷酸盐后增加保水跟增加重量。你以为虾子很肥 ？No， 那都是水啊。磷酸盐没问题，是合法添加物，但是用在错的地方就不行。那以上资讯呢，来自 SGS 及卫福部。好，回到料理重点，牛肉河粉上呢，这种半筋半肉的牛肉丸再适合不过了。那再搭配上呢，我之前教过的牛骨高汤。再加点香料就好啦，开始动作吧。牛肉河粉的组成，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牛肉汤面。所以首先我们得要有高汤跟牛肉，再配上河粉，最后撒上香菜、辣椒、九层塔、葱花、柠檬汁、鱼露，等等，这不是米线吗？没有错哦，宽扁的是河粉，细圆的是米线。我某次在家附近的越南小吃店，是真的小吃店哦，点了一碗牛肉河粉，但是老板放的却是米线。结果我意外发现，原来米线做汤的也这么好吃。所以在这道料理，你可以依照喜好选择河粉或米线。而且我在超市买米线的时候，我旁边有一个越南阿姨很激动的告诉我，他们都是吃这一种。虽然是比手画脚，但我猜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而且包装上产地都写越南的，准没错啦。至于鱼露，我个人会比较推荐泰国的，虽然说泰国的鱼露真的比较臭啦，但是既然都要买了就直上吧，毕竟买鱼露就是要那个味道啊。这样拆解后就容易许多了，把需要长时间的高汤跟牛肉先搞定。牛肉可以选择牛腱，还有半筋半肉的阿中丸子。
其他的只要烫一烫，摆进碗里，把该撒的撒上去就完成了。香茅、芫荽子、肉桂、丁香、草果、大小茴香、月桂叶，一堆陌生的香料，听起来吓人哦。香茅你可能比较熟悉，比如香茅火锅，它带有柠檬香气，新鲜的、干的都能用。芫荽子就是你们最讨厌的香菜籽啦，但是它跟长大的香菜味道不是那么像。你们平常吃的麻辣锅，那比胡椒颗粒还要细小的，就是芫荽子啦。它同时也是咖喱最重要的香料之一哦。这2种香料都能在东南亚超市买到。而大小茴香指的就是八角还有小茴香，它们跟丁香、草果、肉桂都是卤肉常见的香料，也会用来调制五香粉，不过通常都会再加个花椒。我这边就没有放，你们要加也是可以啦。月桂叶是我额外加的，因为在中药房买太多了。以上香料除了芫荽子跟香茅之外，其他都能在中药房买到哦。东南亚超市也有卖肉桂，只是品种不一样，这是印尼的。中药房的肉桂香气比较浓烈，而这种小只的印尼肉桂棒尾韵会带点辛辣感，2种都可以运用在肉类料理上。肉桂的种类很多种，除非你是要做甜点或者比较细腻的酱汁，才需要找比较高贵的品种去凸显它的香气及甜味。像我手上这一只味好美的就不错，香香甜甜的。如果是一般要卤肉，用中药房这种肉桂就可以了，味道也比较搭。你也不希望你的肉有吉拿棒的味道吧？干的香料有了，我们再放一点生鲜的新香料，洋葱、红葱头还有姜。注意看哦，这个是南姜，这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老姜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喜欢东南亚料理，用这种南姜就对了，只要放2片就有明显的效果，而且蛮耐放的，放冷藏保存1个月没问题。它同样能在东南亚超市买到。那如果没有买到也没关系，用一般的老姜就好，只是切记2种千万不要混合使用哦，因为2者味道都很强烈，放在一起味道会很冲突，对你的料理没有帮助。总结一下香料的使用，如果你有在用卤肉用途的这些中式香料，也懒得跑东南亚超市，那你没有买香茅跟芫荽子也没关系，至少我们还有鱼露跟柠檬。那如果你是新手，香料已经用的很少了，那我觉得你至少买1包香茅，因为它是柠檬香气，味道算是平易近人。今天用的牛腱是美式卖场买的，分级为 USDA Choice， 其实不用买到这么好啦，因为我临时没有地方可以买。牛腱主要就是吃它的半筋半肉，这都是需要长时间炖卤的，所以可以选择价格比较亲民的澳洲或者巴拉圭都可以。然后再搭配1块牛骨，这些都可以在传统市场一摊搞定。牛骨使用前记得先泡水1个小时，让血水渗出来。拆开牛腱的包装，沿着筋膜的细缝分开。生的牛腱就是长这样长条状的，因为它是一整条的纵向肌肉组织。煮熟以后就会收缩成你们平常看到一整球的样子。那在下锅煮之前，可以先把这些看得到比较大块的油脂先修掉。好啦，一整坨的油修下来了，还有表面这些薄薄的手拉得起来的筋膜也一并去除掉吧。好啦，牛腱的简单去除油块就完成了。如果比较厚的牛腱要留着哦，都可以炖。把泡过水的牛骨放进1锅新的冷水里面，我们要从冷水开始煮，把杂质煮出来。接着直接把牛腱放下去烫，不用烫太久，大概30秒到1分钟，表面有上色就可以了。牛骨也捞起来冲水洗干净。好啦，牛骨跟牛腱前置处理就完成了。别忘了小块的牛筋哦。草果要敲开，像这种带油、味道比较重的肉，就连壳跟籽一起下去吧。生鲜的新香料大致改刀一下就好。先把红葱头分开，根须切一点，下去啦，不要再滚了。把根切一点点起来，这里会夹杂泥沙，再纵向切开就好。有一些做法可以不用切，我待会再告诉你们。南姜味道很重哦，对于初次使用的朋友建议不要放太多，不然你会吓到哦。顺便卤1条萝卜当配菜，还可以增加甜味。把干的香料放在平底锅，以小火慢慢干炒，直到像这样子起烟了，香气都上来了，倒进香料袋。继续来干炒洋葱，还有红葱头跟姜片。如果你要让它们完整受热，就必须得用烤的，但是这样你就要用到2个炉子的，太麻烦，所以我一律用平底锅咯。切出平面煎上色，一样能达到目的。炒好的新香料全部丢进汤锅里，牛腱、牛骨也下来，加水腌过，来点盐跟冰糖。这真的是盐哦，不是什么奇怪的粉末，应该是之前用生的玫瑰盐磨得太细了。撒在水面上有点像表面张力浮着。再来点鱼露，调味的公克数我会写在后面。
但这只是初步的调味哦，目的是要让食材入味而已。出餐前我们还是会把高汤调整味道。如果有压力锅，可以抓在1个小时内完成。那如果你是用瓦斯炉或者 IH 炉炖煮，可能就要抓1个半至2个小时，筋才会完全卤透。牛腱卤到像这样子，很容易吃穿就完成了。捞起来，表面的油你可以现在捞或者过滤之后捞都可以。高汤过滤，这时表面还是有很多细细的浮油。如果想让味道更精致清爽，就把它放凉。之后就会像这样子，没错哦，牛油在室温下容易凝固，这样就可以很轻易把牛油捞干净喽。好啦，这样就得到一锅精致清爽而且没有浮油的牛肉高汤了。这一锅比我想象的还浓郁啊！我会多兑1杯的水使用。我这个版本的香料放比较少，各位日后再依照喜好增加就好。香菜、葱泡水，借个位置泡米线。越南米线或河粉跟我们中式的冬粉、米粉都一样，使用前必须先泡水。如果你很频繁的吃，也可以泡1大桶在冰箱，可以放1周左右不会坏。再接一个位置放一个滤网，挑豆芽菜，把根挑掉就好了。要不要捏头尾都无所谓啦，我个人是不喜欢它的须须。接着切香菜，把叶子跟梗分开，叶子大致切碎就好，梗配合叶子的大小切小段。再切葱花。切好的香菜跟葱花放保鲜盒1周内用完。另外温馨提醒，如果不想引起家庭革命的话，这2种最好分开放哦。柠檬1开是去掉中间的梗，然后再纵向对开。这样子拿着挤柠檬，手指会顶到这2端尖尖的皮，对吧？把它们修掉。这样就得到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柠檬角了。在果肉表面轻轻划1刀，把中间划断后，挤柠檬汁的时候比较不会往外喷。待会再示范给你们看。好啦，切好了柠檬角放冰箱保存，大约1周内用完。牛肉贡丸对开，超有弹性，看看这切面，超多牛筋的，超赞。牛腱切片，看吧，这只要吃的牛腱，这是很棒。好了，这牛筋是从刚刚的牛骨上扒下来的，意外得到加料。好啦，肉类的配菜还有萝卜就完成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出餐就很快喽。准备高汤，还有烧1锅水。高汤直接兑上1杯的水稀释，再补一点盐调整味道。把牛腱以外的材料放进去复热就好。由于贡丸本身就是煮熟的，所以一样有加热就可以了。捞一点煮滚的高汤，热一下碗。碗底加点鱼露，水滚下锅烫米线。烫米线动作要快哦，30秒内就要起锅了，它很容易吸水。直接倒进碗里面，冲入滚沸的高汤。把纠结的米线整理一下，摆上烫好的豆芽菜、萝卜、牛肉贡丸、牛腱，摆上葱花还有香菜，再切点辣椒。好了，再加自制的越南牛肉河粉米线版就完成了。至于刚刚说好的9层塔呢，由于9层塔是里面最不容易保存的新香料，所以我意外的发现一个非常棒的替代方案哦。先来点柠檬汁再说。C， 刚刚划开的刀痕卡在你的筷子上，柠檬汁就会顺着流下来啦。来了，替代方案在这里，没有错，就是我做的青酱。因为我这个青酱是9层塔做的，青酱里面有提鱼，而这个鱼露也是提鱼去发酵的，两者味道有连结性，所以我发现青酱的味道跟牛肉河粉非常 match 哦，而且还多了起司那种臭臭的味道，把牛肉河粉变成一种新潮的吃法。